很多人看到家里花盆的土表面长了一层白毛，第一反应往往是头皮发麻，觉得这土是不是发霉了，甚至有人觉得这盆花肯定要烂根了，或者是得了什么传染病，恨不得马上把这一层带白毛的土全部铲掉，甚至直接把整盆土都扔掉。其实这真的是天大的误会，如果您因为看到土里长了白毛就把它铲掉，那您真的是把土里的宝贝给扔了。这不仅不是坏事，反而是大大的好事。这说明您的土是活的，是有生命的，是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。我们养花种草最怕的就是土是死的。什么是死土？就是那种板结的、不透气的，里面没有任何微生物活动的土，植物的根在里面根本没办法呼吸，也没办法吸收营养。而您看到的那些白毛，其实是土壤里的有益菌在工作，是它们正在把土壤里的有机物质分解成植物能够吸收的营养。这个过程就像是我们人类的消化系统在工作一样，如果您的土里没有这些菌，那您施再多的肥，植物也吃不进去，因为植物的根是不能直接吃那些大颗粒肥料的，它需要这些微生物作为中介，把肥料煮熟了喂给它吃。所以当您看到土面长出白毛的时候，您应该感到高兴，这说明您的土壤环境非常适合微生物生长，说明您的土里含有丰富的有机质，这是一种极其旺盛生命力的表现。这层白毛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用专业一点的话说，它们大部分是放线菌或者是某种腐生真菌的菌丝。我们不要听到真菌两个字就觉得是病菌，在自然界里，真菌的种类成千上万，真正会让植物生病的病菌其实只占很小很小的一部分，绝大多数的真菌都是分解者，它们是大自然的清洁工，也是大自然的厨师。在原始森林里，每年的落叶堆积在地上，并没有把森林埋没，就是因为有这些菌类在工作，它们把落叶分解了，变成了黑黑的腐殖土。您在森林里扒开那层厚厚的落叶，往往也能看到下面有一层白白的菌丝，那就是森林生命力的源泉。我们把森林里的这种机制搬到花盆里，就是这一层白毛。很多人会说这看着很吓人，感觉像是面包发霉了一样。其实您仔细观察一下，这种有益的菌丝和那种让食物腐烂的霉菌是有区别的。这种土壤里的白毛通常闻起来没有那种酸臭味，反而会有一种淡淡的土腥味，或者是泥土的清香，这种味道其实就是放线菌的味道。下雨过后，我们在泥土地上闻到的那种清新的味道，很大一部分就是这种菌散发出来的，这就代表它是健康的，它是来帮忙的。为什么您的土里会长出这些白毛呢？通常有几个原因。第一个也是最常见的原因，就是您的土里混入了没有完全腐熟的有机肥料，或者是您的土本身就是含有丰富有机质的营养土，比如说是混了一些厨余垃圾做堆肥。这些东西在土壤里，只要温度和湿度合适，就会开始二次发酵，这个发酵的过程就是菌丝爆发的过程。这说明您给土里加的那些好料正在被激活，如果您这个时候把它铲掉了，等于就是打断了这个发酵的过程，那些有机肥就没办法转化成植物能用的氨基酸、腐殖酸这些好东西了，所以这时候千万手下留情，别去动它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环境因素，通常在空气湿度比较大，或者是您刚浇完水，土壤表面比较湿润，而且通风稍微没那么强的时候，菌丝最容易长出来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梅雨季节，或者是冬天把花搬进室内不怎么通风的时候，会发现土里突然长白毛了。这种时候其实是菌类最活跃的时候，它们喜欢这种潮湿微温的环境。只要您的植物本身没有出现叶子发黄萎蔫的情况，这就完全不是问题，这只是一种自然的生物现象。这里我们要纠正一个非常顽固的养花观念，就是很多花友都有洁癖，觉得养花的土必须是干干净净的，除了一堆黑黑的颗粒，什么都不能有。一看到有虫子、有菌丝、有蘑菇，就觉得天塌了，就要用各种杀菌药往里灌，这种做法其实是在杀死您的土壤。我们提倡的养花其实是在养根，而养根的核心是在养土，养土的核心是在养菌。一个好的土壤环境必须是一个微生物复杂的浆糊，
里面有好的菌，也有坏的菌，但是好的菌占了绝对优势，它们形成了一个强势的群落，把地盘都占领了，那些导致烂根的坏菌就没有立足之地了。您看到的这层白毛就是有益菌占领高地的信号，它们在土壤表面形成了一层保护膜。这层网状的菌丝不仅能分解养分，还能锁住水分，甚至能抑制某些土传病害的传播，因为地盘都被它们占了，病菌想进来也挤不进来，这就是生物防治的原理。比起您喷那些化学的杀菌剂，这种天然的保护层不知道要高明多少倍。有些很高档的生物菌肥卖得很贵，其实里面卖的就是这些菌种，您现在土里自己长出来了，那是老天爷在赏饭吃，帮您省钱了。当然有些花友会担心，说这些白毛会不会抢走植物的营养？这个担心是多余的，这些腐生菌类，它们吃的主要是土壤里那些未分解的粗纤维、木质素，这些东西植物根本不吃，也吃不动。菌类把这些难啃的骨头啃下来，排泄出来的代谢产物，才是植物的美味佳肴。所以它们之间不是竞争关系，而是共生关系，或者说是上下游的协作关系。菌类是上游的原料加工厂，植物是下游的消费者，没有这家加工厂，植物就只能喝西北风。特别是对于一些对土壤肥力要求比较高的花卉，比如月季、绣球，或者是一些观叶植物，这种有菌丝活动的土壤，往往能让它们长得叶子油绿，根系发达。再说的深一点，这些菌丝在土壤里穿梭，就像是无数条微小的管道，它们能改善土壤的物理结构，把土壤颗粒粘结在一起，形成团粒结构。我们都知道团粒结构是土壤最好的状态，就是既疏松透气，又能保水保肥。这些菌丝就是天然的粘合剂，有了它们，您的土就不会板结，水浇下去能迅速渗透，多余的水能流走，空气能进得去。这比你往土里掺再多的颗粒介质都有用，因为这是一种动态的、活性的疏松结构。我们甚至可以做一个实验，您把2个盆放在一起，一盆土里经常长这种白毛，另一盆土里从来不长，一直干干净净。时间长了，您会发现，长白毛的那盆，植物的根系扎得特别深，拔出来看全是白花花的毛细根，而那个干净的盆，根系往往只在周围盘旋，很难深入到土壤内部，因为那盆干净的土内部是死的，没有菌丝去开路，没有菌丝去软化有机质，根系在里面寸步难行。所以我们说养花要邋遢一点，不要太追求视觉上的绝对洁癖，土表有点落叶，有点青苔，有点白毛，这都是生态良好的表现，说明这个小环境是自我循环的，是稳定的。当然，任何事情都有个度，我们说白毛是好事，是基于它是有益菌这个前提。这里面其实包含了一个生态平衡的道理。为什么我们说别铲掉？因为您一铲掉，土壤表面就裸露了，原本建立起来的微生物平衡就被破坏了，可能下一波长出来的就不是这种友好的白毛了，而是真正有害的青霉或者绿霉，那时候问题就真的严重了。保留这层白毛其实也是在占位，防止有害菌趁虚而入。而且这层白毛往往是阶段性的，它们不会一直这么厚。当土壤表层的易分解有机物被吃的差不多了，或者环境湿度降低了，通风变好了，这些白毛自然就会慢慢褪去，或者潜伏到土壤深层去继续工作，它们不会一直糊在表面恶心您的。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大家自己在家里做堆肥，比如把果皮菜叶埋在土里，过几天一看，长满了白毛，很多人就吓得赶紧扔掉，觉得失败了。其实这恰恰是堆肥最成功的表现，这就是著名的白毛菌。在日本的自然农法里，这种土着菌是极其珍贵的，农民甚至会专门去山里收集这种带白毛的土回来做引子，来发酵自家的肥料。您家里自己长出来了，您却把它当垃圾，这真的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。这种长满白毛的堆肥土，肥效极其温和，而且带有强大的抗病能力，用它种出来的菜味道都特别浓郁，种出来的花颜色都特别鲜艳。如何区分有益的腐生菌和致命的白圈病呢？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标准，就是看位置。有益菌它是吃死东西的，它对活着的植物组织不感兴趣，
所以您会发现那些良性的白毛，它们只会在土壤表面蔓延，或者是覆盖在那些腐烂的树皮、落叶上。它们会很有礼貌地避开植物的茎秆，就算长到了植物根部附近，也只是轻轻挨着，不会对植物造成任何伤害。但是白卷病不一样，它是一种具有极强攻击性的病菌，它的目标就是您心爱的植物，所以白卷病的菌丝往往会呈现出一种辐射状的攻击姿态，它们会死死地缠绕在植物接近土壤的根茎部位，就像是一条白色的丝绸勒住了植物的脖子，这就是它名字白卷病的由来。如果您发现那层白毛已经爬上了植物的杆子，把植物的茎部包裹得严严实实，而且那个部位的表皮开始变成褐色变软，甚至开始腐烂，那这就绝对不是好东西了。这就是白卷病发作的征兆。更重要的一个识别特征是，白卷病发展到后期，在那些白色的菌丝中间会长出一颗颗像油菜籽一样的小圆球，一开始是白色的，后来变成黄色，最后变成深褐色。这些小圆球叫做菌核，是这种病菌的种子。一旦您看到了这些像芥末籽一样的小颗粒，那就别犹豫了，这盆花基本上是凶多吉少了。这时候你要做的不是铲土，而是要把整盆花隔离，甚至为了保护其他花草，不得不忍痛销毁。所以说，只要没有爬干，只要没有长出小圆球，只要植物的精神状态还很好，那么土面上的白毛，您就放100的心，它绝对是有菌。那么确认了是有菌之后，有些花友还是觉得心里膈应，觉得这白花花的一片实在是有碍观瞻，或者家里通风条件实在有限，怕这些菌丝长得太厚，影响了土壤的透气性。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温和的办法来管理它，而不是破坏土壤生态呢？当然有，我们提倡的管理方法叫做物理干扰，而不是化学灭杀。最简单的一招就是增加光照。菌类都是怕光的，尤其是强烈的紫外线。如果您的花盆是可以移动的，不妨把它搬到阳光充足的地方晒一晒。阳光是最好的天然杀菌剂。在强光的照射下，土表的这些菌丝很快就会萎缩干瘪，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是一种最自然、最环保的调控手段，而且晒太阳还能提高土壤的温度，促进水分的蒸发，从根本上改变了适合菌丝爆发的潮湿环境，这叫釜底抽薪。如果你养的是喜阴的植物，不能暴晒怎么办呢？那就用第2招，物理松土。找一个小耙子，或者就是家里不用的叉子，轻轻地把表层土壤翻动一下，把那层白毛打散，让下层的土壤翻上来，让表层的土壤埋下去。这个动作有2个好处，第一是破坏了菌丝的连续性，让它们结不成网，第二是增加了土壤表层的空气流通，让多余的水汽散发出去。通常只要您松一次土，这些白毛就会老实很长一段时间。而且这种松土的动作本身对植物的根系呼吸也是极有好处的，它可以防止土壤板结，促进气体交换，是一举两得的好习惯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些白毛实在是太多了，多到让您怀疑人生。这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厨房里常见的材料来帮忙，比如肉桂粉，这可是养花界的万能神药。肉桂本身具有很强的杀菌和抑菌作用，它的味道也是很多小虫子讨厌的。您可以撒一层薄薄的肉桂粉在土面上，不仅能有效的抑制白毛的生长，还能预防小黑飞，关键是它闻起来香香的，比那些刺鼻的农药强多了。如果没有肉桂粉，草木灰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草木灰是碱性的，而大多数真菌喜欢微酸性的环境，撒一点草木灰可以改变土表的酸碱度，让菌丝觉得环境不舒服，自然就退散了。同时草木灰还是很好的钾肥，能让植物的茎秆长得更壮实。我们在处理这些白毛的时候，其实也是在反思我们的养护习惯。为什么别人的土不长毛，就您的长毛？除了说明您的土好之外，是不是您的浇水频率太高了？是不是您的环境通风太差了？这其实是土壤给您发出的一个警示信号，提醒您要管住手了。很多花友看到土表干了就忍不住浇水，其实土表干了，土下面可能还是湿的，尤其是对于用了覆膜或者铺面的盆栽，上干下湿是常态。这时候长出的白毛就是在告诉您，底下的水分已经很充足了，不需要再浇了。
如果您能读懂这个信号，您就能避免很多浇水过多导致的烂根问题。我们还要注意通风，通风是养花的灵魂，也是抑制菌丝过度生长的关键。在室内养花，空气流动性差是硬伤，这时候哪怕您开一个小风扇，对着花盆周围吹一吹，制造一点空气对流，都能极大改善土壤表面的微环境。风能带走多余的湿气，让菌丝无法肆无忌惮的蔓延，所以与其想着怎么把毛铲掉，不如想想怎么让风吹进来。还有一个很深刻的话题，我想和大家探讨，就是关于无菌土的迷思。现在市面上很多商家宣传他们的土是经过高温杀菌消毒的，绝对无菌，听起来好像很干净很高级。但实际上，真正的无菌土并不适合长期养花，因为土壤是一个生态系统，它需要微生物来维持活力。如果土壤里真的是无菌的，那一旦有害菌入侵，比如我们刚才说的白卷病或者是镰刀菌，它们就会长驱直入，因为没有竞争对手啊。这就像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细菌的小孩，免疫力极差，一出门就生病。而那些有益菌丰富的土壤，也就是我们会长白毛的土壤，它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防御网络，外来的病菌想要插足是非常困难的。呵呵，这就是土壤的免疫力。所以不要盲目追求无菌，要追求菌群平衡，这才是养花的最高境界。我们养花其实是在模拟大自然，在大自然里，没有人去给森林消毒，没有人去给草原铲白毛，但它们依然生机勃勃，这是因为大自然有一套自我调节的机制。我们家里的花盆虽然小，但也应该是一个微缩的自然界。呵呵，我们要学会容忍一些不完美，容忍一些看起来脏脏的东西，因为那些东西往往是生命循环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当您不再为土里的一点白毛而焦虑，不再为一片黄叶而抓狂的时候，您才算是真正入门了，您才算是真正懂得了植物的语言。所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聊的内容，土里长白毛，9成9都是好事，是土壤肥沃、有机质丰富、微生物活跃的象征，是您的土活着的证明。这种白毛能分解养分，能改良土壤结构，能抵抗病害，是植物的好朋友。我们只有在看到菌丝爬干、根茎腐烂、出现油菜籽一样的菌核时，才需要警惕是白卷病。对于普通的白毛，如果您实在看不顺眼，可以通过晒太阳、加强通风、物理松土、撒肉桂粉等方法来温和调节，千万不要一上来就用强力杀菌药，更不要把珍贵的活土当成垃圾扔掉。养花是一场修行，修的是心态，也是认知。当您下次再看到盆土表面那层白茸茸的东西时，希望您能会心一笑，在心里默默地说一句，嘿，小家伙们干得不错，我的土很健康，然后转身去该干嘛干嘛，把剩下的事情交给时间，交给自然。您会发现，植物给您的回报往往会超出您的预期，这就是顺势而为的力量，这就是养花的乐趣所在。希望这条影片能解开您心中的疙瘩，让您养花的路走得更轻松、更自信。